么破玩意儿？但别喝这个。杀了他，夺回护心灵。 不是对他心软了？怎么有一个声音在我脑海里？那天你那么急着跑回去，到底换回了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啊，自从这个黑花长出来之后，神智总是有点恍惚。果然，宴会时还有些异常。莫不会是黑气之主？ 让我进你识海看看。想不到，这彼岸花竟然生长得如此迅速，才不足1个月，就有将我识海覆盖之势。果然是他，黑气之主想要用彼岸花的花根来操纵你。 等到时候彼岸花遍布你的识海，你便会沦为他的提线木偶。原来他跟我说的3个月时间是这个意思。什么3个月？他让我3个月之内帮他夺得护心灵。啊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现在才讲？我又不打算按他的做。再说了，那龙现在厉害得很，我何德何能与他一争？你听好。 那条龙现在对你满怀愧疚，你都不用动手。知道护心灵在哪儿？它就在你的嘴上，你只要问它，它就会给你了。我不想要。燕回，我求求你别赌气好吗？现在有什么事情比你的性命还重要啊？我不是赌气，我不想要他的东西，而且也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。护心灵本就是他的东西，他迟早会拿回去的。再说了。 现在有青丘秘宝可以帮助我们解除黑气之主的控制，我们去寻便是，不需要他人的帮助。好，我会帮你的。别跑！超火烈！等等我，你别跑！你还笑？你这还追我？这什么鬼东西啊！烫得我这么烫！一个烂木头，我给它扔掉。这好像是我阿娘的东西。你阿娘？我阿娘名唤雪里，乃是青丘国主夫人，尊贵至极。青丘举国只有她的东西能篆刻领字。领字？你阿娘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？恐怕要回去问问我爹才能知道。 还是下不了手是吧？那我帮帮你吧。你阿娘的罗盘是干什么用的？既然是罗盘，那当然是指明方向的了。那很普通嘛，还是我的幻妖戒指更厉害。你看，我的罗盘厉害，我的戒指更厉害。我罗盘厉害，我的戒指，罗盘厉害，我的戒指厉害，罗盘，戒指厉害。都跟你说罗盘，他生气了。一个罗盘有什么好生气的呀？你这罗盘，你这罗盘。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嘘，别说话，不要动。
刚刚那是白小生。这回，你有龙主！糟了，他们都被吸进去了。这是哪儿啊？不对劲啊！怎么会把他们吸进去呢？这不可能啊！哎呀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赶紧想想办法救他们！你阿娘的东西，你打不开？行不行啊？谁在那儿？这里太诡异了，不可久留。这是。天辉，我和颜回刚才好像是被一个法器吸进来的，这应该是法器里的空间。这是何物？这样就可以出去了吗？邪灵！邪灵！你骗我！你骗我！是谁在我脑海中说话？这些人好像在对我施法。他是谁？为什么这个女子看起来这么悲伤？我心中为何会如此愤怒与悲凉？我知道了，他使用的术法是陈星山的术法，他在封印我。可他为何要封印我？
人呢？应该快出来了吧？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我行，我怎么不行？怎么消失了？燕怀，燕怀，你不要过来！燕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特别想逃你的护心灵，你离我远一点。你想要护心灵，我可以给你。你滚开！我不要！你别动，这里危险。我们先想办法离开此处。你才别动！我说了，我现在想逃护心灵，但我又不想逃护心灵。我知道我说的很乱，但我就是不想再和你扯上任何关系。我现在是真的看见你就难受，你离我远一点，我害怕。你没有死过，你根本就不懂。我看见你有多害怕。护心灵的事，是我不对。人呢？能放出来吗？燕怀，怎么是你？燕回呢？你还敢跟我提燕回？我还想问你呢。你都捅过人家心口，为何还要装作一副关心他的样子？还释放了这个结界，连我也想一起弄死。我未曾想过害他，这结界与我无关，我也被困住了。你说这话就奇怪了。你那通红的剑，冒着灼人的火焰，剑刃比我胳膊还要长，你就这么往别人心里搜？你不是想害他，难道你是在救他吗？你不该让黑气之主救他，这是在饮鸩止渴。没有你那刀，何必要饮鸩？哼，还是你觉得我就应该把他留在地上，看着他去死？要我说，你要是真的想补偿他的话，就把你那护心灵还给他。护心灵我会给他，但你已经让黑气之主救了他，为何还要我的护心灵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瞒你了。他靠着黑气之主的力量而活，黑气之主有令，若他不带回护心灵，便不会留他的命。所以，若我是你，今晚就自觉一点，别再让我操心了。他此前一路皆是正常，唯独今晚突然黑气四溢，想要掏灵。哼，是你对他动了手脚。是又怎样？我给他护心灵是为了救他，不是为了满足黑气之主。舍不得了。如今他黑气入体，黑气之主让他来掏灵，你确定拿回了护心灵，黑气之主就能放过他吗？你与他演过北郭先生的故事，你可知还有一个故事，叫与虎谋皮。若想要救燕回，必须先去除黑气，再放入护心灵，
方可让他同时拥有生命和自由。我来。又开始了。叶回，你别过来！我现在杀心重得很。好像没那么烦躁了。那就好。叶回，有一件事情，我必须要向你坦诚。今晚黑气的爆发是我引的，但我们被困此处，定是因为那妖龙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想让你去偷他的护心灵。你大可不必如此。你不是说我们只要来青丘，找到了那个什么幽冥赋，就可以摆脱黑气之主的控制吗？那是我骗你的。那个时候在龙谷，我重新归来，我不能直接告诉你我跟黑气之主的关系，只能骗你来博取你的信任。后来在迷雾森林外，我又不想和你分开，所以，即使我们找到了幽冥赋，也摆脱不了黑气，也不可能摆脱黑气之主。那也不是。我之所以来到青丘想要夺此秘宝，是因为黑气之主极其看重此秘宝。我原本的打算是拿到幽冥赋之后，拿着幽冥赋去威胁他，换取你的自由。否则，我愿意与这个秘宝同归于尽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除了拿命一搏，我不知道其他救你的方式了。经此一遭，我算是明白了，没有什么值得你拿命去换的，我也不值。不，你值得。不，我不值得，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。今日听你说黑气之主想要护心灵，我曾经也想过这个办法，把护心灵给他，换取你的自由。但是后来想想，我们还是别这么轻信他吧。这些事情等出去以后再说吧。方才被黑气控制，还没来得及好好观察这个地方呢。波动表盘可以到特定的地方，除此之外，空间还会自行变换。你说的表盘是这个？就是它。你写什么？我丑。我牛。这表盘怎么还骂一个夸一个？依我的分析，我做错什这么了？表盘的意思是……哎，叶回，你阿娘的东西到底怎么玩啊？叶回，叶回，怎么又是你？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你就想用这结界拆散我与他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是我。除了你还能有谁？叶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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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干嘛？你别过来，离我远一点。哎，你别给我弄坏了！叶回，叶回，刚才空间变化杂乱无章，现在又戛然而止，
难道外面有人在操控着法器？5变成了3。我们这么做好像没什么用啊。妖怀，又是你，你不要过来！你体内的黑气被压制住了。你今日之所以黑气暴涨，是因为白小生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你无非就是想提醒我离白小生远一点。前因后果我都知道，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我。抱歉，把你牵连进来。你的护心灵，我是真的不想要。今天的事，我替他跟你道歉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知道你的苦衷，也理解你的做法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一看见你，我就害怕。你之所以借黑气而生，都是我的过错。我只想帮你解决你身体的问题，然后我会离开。你若是害怕我可以不出现在你的面前，不会给你造成负担。当真？一如来青丘的这一路，那你立字据。这方向我看不清。我乃玲珑天妖，原本命途孑然，幸于宴会，屡次救于危灭。我感念于心，无以为报。今只有幽冥赋，愿倾力相争，并拱手相赠。你放心，帮你找回身体这事儿，我记在心上了。画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这一次是没有任何外力干涉，真心实意的、单纯的、真诚的，心悦于你。此生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而今缘尽东西，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，彼此为聚，日月同明。一杯离人泪，几人尝过？年年日思月，终难成全。青山绿水之间，华年春老，深情不变。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。绘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很好。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。黄昏醉了相思，浮浮过一声叹息。还有此物，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多谢。我们还是想办法先离开这个地方吧。我在这里，一会儿看见你，
一会儿看见白晓生，你可知这地方有什么规律可循？我看看你手上的表盘。3辰，我之前写的是丑。子丑寅卯，辰巳午未。你的表盘写的是地支，是12时辰。12时辰。那方才白晓生的表盘上写的是牛，莫不是12生肖？那你这个3是12月间，以北斗七星之斗柄，瑶光星所指的位置而见，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季节，会分别指向12辰，也就是12月间，就是12个月份呗。正月见寅，2月见卯，3月见辰，4月见巳。我手上的3就是3月，刚好对应你手上的辰。如此说来，只要地支和月份对上，我们便能出现在同一时空。那倘若白晓生的生肖也对上，我们3个不就是可以相聚了？说不定能找到出去的办法。对，子鼠丑牛，我把表盘拨回丑，那你12月见丑。对，那你拨回12月。如果没有见到的话，我们再拨回来便可。叶回，你们怎么在一起？他说的果然是真的。说什么是真的？停在一条线上了。叶回，终于出来了。燕回、龙主、白晓生，急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们要被关在里面出不来了呢。这个狐狸真是笨死了，倒腾半天也没倒腾明白。你不也没倒腾明白？我跟这东西又没有渊源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我们这不是出来了吗？你的罗盘。啊，原来是这个东西，还把我们关在里面。狐狸精，你怎么这么对我们？我没害你们，罗盘还我！哎，又不是你的东西，你急什么呀？这罗盘究竟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我阿娘的东西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遗落在这旷野之中。雪里，你阿娘是雪里？大胆，竟敢直呼我阿娘名讳！燕回，你认识这臭狐狸的娘亲？我曾听师门的人说过，说陈星山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大师姐，连清广掌门见了都得喊他一声师姐。传说他老人家为了悟道，云游天下，没想到竟然来了青丘，还成了国主夫人。那是，我阿娘虽是玄门人，但对妖族并无偏见。她为了我阿爹来到青丘，就是为了寻找对付黑气的办法。只可惜，她已现世。你阿娘也知道黑气？当然，传说她还写了一本名为《幽冥赋》的旷世奇书，就是用来对付黑气的。只不过，现在谁都找不到。没想到海外大征兆得了个真消息，若我们真能找到幽冥符，说不定就能控制符印，到时候我们就不用被他控制了。幽冥符若是能对付黑气，尊者这些年来又为何让我找寻幽冥符？青丘国主也不知其下落。我阿爹应该是知道的，只不过他都闭关10多年了，我都许久未曾跟他见过。或许这个罗盘就是我阿娘研制出来去除黑气的法宝。你们被卷入罗盘之中，难道是因为黑气？
怎么可能？当然不是啊。或许这个罗盘年久未修，才误将我们卷了进去。还能这样？哦，哎，都累了一天了，该回去休息了。我又不困。走着走着就困了吗？好了，哼，也不早了啊。我们3个人之间，是不是有一个人应该要消失了呀？他今天怎么这么识相我们立了字据。啊？江湖不复见，黄泉不相逢。早该这么干了。这黑气之主和雪里认识吗？不知道，怎么这么问？我好像在罗盘里听到了黑气之主的声音。尊者和大国主夫人能有什么关系？黑气之主，幽冥府，雪里，看来这青丘并不简单。是啊，就是因为不简单，所以你才要好好的跟在我身边。走啦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今日召集各位长老，是有要事宣布。妖龙伤害素影真人在先，九尾狐妖、萧广寒们先冠在后，如此肆意妄为，他们肯定还会有大动作。看来这妖族实在是欺负我们玄门太甚。没错，当年我们紫霄宗紫辰仙子失踪，想必也是他们搞得快。不可助长他们的气焰。对，真是太可恶了。如今这妖龙已偷渡黑河，逃向青丘。我已向青丘发信，若他们交出妖龙，我们玄门便不必与他们发起一战；但若不交，我们便越过黑河，踏平青丘。这玄妖两界数10年的和平，可是他们率先打破的。就是啊，天灵非在人要产。厨房，莫把我的书压坏。书，就知道你的书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这个身体要少熬夜，少忧虑。多晒太阳，多呼吸新鲜的空气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还这么操劳？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死法叫猝死？大国主闭关多年，你要是倒下了，青丘谁来做主？难道真指望竹离那个混小子吗？我没事的。没事。你这个眼睛比我上次来的时候浑浊多了，气血也亏。最近都做什么了，公子？可能最近比较劳累吧。长兰公子，赵公，公子正在医治眼疾，你怎能不经通传便径直入内？收到消息，玲珑天耀近日已出现在我青丘地界。哦，天耀他来了。可玄门诸多门派也在三重山附近聚集，今日传来消息，要我们交出玲珑天耀，否则便威胁我等再起玄妖之战。这些玄门人
此前便害了我们云溪公主，而今竟还敢如此咄咄逼人。以我之见，要战便战，我青丘断无被他们威胁的可能。罢了罢了，这些也都只是一些威胁之言，不会有什么实际的行动的。至于天耀，他要来青丘，一定好好去守护。这是自然，只是什么威胁之言便罢了。长兰公子，这些年你主事青丘，便是对这些玄门太过于温和，才让他们今日敢在三重山对我青丘大放厥词。知道还怪起公子来了。与玄门这一战，赵公大可亲自前去啊。你区区一个医师，也配多嘴此事？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先别吵了。公子，赵公有事禀报，龙主已到王宫外了。啊，我现在还在治疗眼疾，那麻烦赵公为我去迎接天耀，先带他去休息吧。龙主造访，我自会亲迎。这个赵玉，仗着自己掌管青丘防务，对公子也太不敬了。赵公只是为人比较坦率，但他所言所行也都是为了青丘的。你呀，也莫嚼那么多舌根了，好吗？他说别的我都不认可，唯独说公子太温和这话，我比谁都赞同。公子，你就是对谁都太好了。来吧。哇！早就听闻，这青丘王宫建在巨树之上，没想到还真有这么大的树啊！没见过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看到的都是我要继承的，我厉害吧？哎，糟蹋了！你说什么？亡国之相啊！有人来了！来接我？哎呀，赵公，今日怎么能屈您大驾进来王宫外面接我呀？呵呵。哎！恭迎龙主！恭迎龙主！龙主，玲珑的龙，龙主的主，龙主，你们之前怎么不告诉我？不必多礼。龙主，我大国主如今正在闭关。你看他那个眼神，那个气质。安排龙主稍作休息。闭嘴！请随我来。裴老师，走吧。等等。你便是那个被陈兴山逐出山门的玄门弟子，燕回。没想到青丘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。我青丘王宫不许玄门人入内。赵公，燕辉他们在外面也帮我挺多的，让他们进去吧。玄门人不得入青丘王宫。让他们进去吧。你既然知道他的名字，就应该知道，是他与我一起，炸了永州城宿隐结界，释放了被奴役的万妖。既是龙主之意，哼！龙主，请。我们走吧。哟，刚才不是有人说要继承这一切吗？现在我知道了，在青丘你还没那条龙好用呢。现在的青丘防务不都是赵公在管吗？而且，那人狼子野心，我阿爹正在闭关，他一直对主政的二叔和我颇有不满。以后你们在青丘得小心点他。看来你们青丘也不太平。世子觐见，二叔，
二叔，二叔回来了。楚离，终于回来了，壮了好多。怎么样？这青丘王宫还挺气派的。遇到了什么事儿？我这次出去啊，干了不少事儿呢。快讲给二叔听啊！你此前来过青丘许多次，见过这位二叔吗？我去了很多地方，看见很多见过吧新奇的东西。我炸了广寒门3座山头，给阿姐报仇了。什么？炸了人家山头？朱莉，你怎么可以如此莽撞呢？我给阿姐报仇，谈何莽撞啊？罢了。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前陈青山弟子燕回，这位是影妖白晓生，我回来路上认识的。见过。两位你们好啊！干什么呀？他又看不见。抱歉啊，抱歉，他书读得少，有点唐突了，抱歉啊。无妨，虚礼而已。啊，对了，天耀我已经安排去休息了，你们无需担心。稍后我再与他叙旧。二叔竟跟龙主认识啊？我跟他曾是挚友。说起来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。哎，楚离，那不如你先带2位宾客到宫里面去游玩一番，晚上我叫人准备一场丰盛的宴席，为大家接风洗尘。好的，二叔，走吧。告辞。实在没想到他俩居然认识。你是在感叹什么吗？我就觉得吧，那条龙竟然有朋友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感觉今天特别安静啊？那个叽叽喳喳的小环妖呢？什么鬼啊？你才是鬼，短腿鬼，叽叽喳喳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今天入青丘王宫，我堂堂一幻妖女王，难道要对你们青丘监国王爷行礼吗？不是，你怎么在我腰带里啊？那还不是因为龙主的不敢藏，藏你的才能确定没人能搜身吗？你倒是算得行。既然到了这青丘王宫，我便要开始寻找瞳术师了。怎么了？在我们青丘王宫，不能提这种修邪门术法的人。怎么就不能提？我就提。瞳术就是靠黑气才能练成的。我阿娘一直都在寻找去除黑气的办法。你们一来青丘，就找瞳术师？你找瞳术师干什么？报仇。亏你还是个青丘世子，连提一句瞳术师都怕。你阿娘毕生为驱除黑气而战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怕，我不怕，我自己找去。哼！哎，你等等，我那个罗盘可能会有用啊。哎，既然他俩都走了，我们也不需要打发他们。走，带你去找青丘秘宝。青丘秘宝不是失踪了吗？那你觉得他为什么失踪了呢？没想到120年，我们还能再相遇。长兰这些年过得如何？鱼命一条，苟活而已。但我倒是听说，你在广寒门封印了素影，对吗？恭喜你，大仇得报。没什么好恭喜的，这也并不算是一件好事。现在这些过往，也总算了结了。然而我又做了一件错事。错事？我为了复仇，让他人承担了恶果。他人？便是方才竹离与你说的那位玄门的姑娘。所以你这次来青丘，就是为了这个姑娘？那你有什么需要，我可以帮得上忙？她的身体有些异样，我这次来青丘就是想将她治好。
若是疗伤的话，我青丘有一个仆房医师，他应该可以帮得上忙的。不必了，他的病有些特殊。那天耀，不如你就先留在青丘吧。虽然我如今没有什么用处，但我还是可以陪你聊聊天，给你出出主意，或者可以帮你得到燕姑娘的原谅。我只愿她身体无恙，其余并无奢求。过了那么多年，你还是没有改变。对了，你们这有本奇书，叫做《幽冥赋》，里面记载的方法，也许能帮我治疗他。你可知道此书的下落？此物一直被保管在一个屏风里面，待有缘人取之。只可惜，这屏风在10几年前就已经不见了，到今天也没能查出个结果。到了。你竟然将青丘秘宝藏在这树洞里啊！离青丘王宫这么近。哇！你竟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作奸犯科，你真是艺高人胆大。但你别担心，这个树洞连接到的是我的隐穴，不会有人破得了的。走吧。好黑啊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你也不带个蜡烛？叶辉，别怕，牵着我的手，我带你走。哦，你既然可以点灯，刚才为什么不点？哎呀，头发！我都忘了我可以点亮这里的灯。哎，这就是你说的那扇屏风啊！轻舟泛月风凛然，疑是山隐雪后来。这屏风也是玄灵之物。而我们要找的幽冥赋就在里头。哦，这屏风有何玄机啊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3道屏风意味着3道障术，需要一对玄妖有情人来一一破解。只可惜，之前我带来的有情人连第1道屏障都没有破解，导致我也无缘知道后面2道到底是要做什么。这第1道障术是什么呀？其实说来也没有那么复杂，就是回答问题而已。回答问题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可是我亲手制作的攻略。之前所有有情人被问过的问题，都在这个上面。男方幼时乳名叫什么？女方最爱喝的茶是什么？男方脚底的痣有几颗？是什么颜色？这都是些什么问题啊？这么多，你到底让多少有情人尝试过啊？太多了，多到记不清了。反正这10几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。那你都试了这么多次，里面要问什么问题，你都提前猜到了吧？我知道有什么用，2个人都得答对才行。哦。哎，你说现在去哪儿找一对现成的有情人呢？好像就剩我们俩了。白小生，你看啊，你是妖族人，我是玄门人。虽然我俩不是真正的有情人，但我觉得这第1道障术不是非得有情人才能解。此话怎讲？你看，你都积累这么多经验了，如果我们提前把这些题背好，先对好答案，
说不定也能解了呢。所以你是想要用作弊的方式来骗过这道账术？然而你觉得这个方法有用？你之前试过了。你能想到的所有方法我都试过。我曾经带一男一女进去过，我让姐妹进去过，我让兄弟进去过，我甚至还扮女装跟一个男人进去过。牺牲这么大，可惜都没用。可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好吧？听我的，我们就试试背题对答案。我们试试吧。看着我干嘛？不要再盯着我看了，赶紧拿书去看啊！再蘸一碗。你这个罗盘真能帮我找到童术师？怎么不信呢？当然，这个法宝专门克制黑气，如果童术师在附近，这个罗盘一定会有反应。相信我，很好用的。可这个罗盘自从出了旷野之后，就再无动静了。现在连这个指针都动不了了。哎，我幻妖戒指有认主这么一说，只有真正的主人才能唤醒这戒指里面的力量。你这个罗盘，怕不是也是如此？他现在不认你这个主人？老子乃青丘唯一的世子，大国主嫡亲的儿子，他怎敢不认？对，那你就是不会用喽。胡说！要我说，就是我们青丘根本没有你要找的那种是邪门术法的人。哎，龙主。哎，龙主，您来的正好。我听说龙是世间最为聪慧的存在，您看我这罗盘为何再难转动了？此物，我也看不太明白。啊？什么眼神？什么态度？无妨，你们可有见到燕回？这几天我都找不到他。哦，他和白小生回去了，在那个吊桥那边的小院里面。这几天不知道在忙什么，神神秘秘的，还不让人说呢。哎，龙主，我这罗盘……哎呀，你难道没看出来龙主他不高兴了吗？还不是你多嘴。燕回，今天这样差不多了吧？明天再战吧。不行，这才哪到哪啊？我还能背。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我倒是鲜少看到你这么刻苦。幽冥赋近在咫尺，那可是性命攸关的事儿，哪能偷懒？你不要命了，你也抓紧背吧。好，背。原来他们早就知道幽冥赋的下落了。要不这样，我考考你，帮你加深印象。怕你，来吧。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
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包子？包子，太简单了。你最喜欢吃的食物肯定是……包子，包子，包子。你说你背了这么久，怎么连这题都没有背到？下一题肯定答对。好，我的梦想是什么？你的梦想啊？我想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自由自在，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我真要这么说。麻烦请你背诵并抄写100遍，牢牢记住标准答案。包子，挥金如土，自由自在。背下来了。你说你这一晚上点着蜡烛都背了些什么呀？我都替蜡烛感到惋惜，白白燃烧了1个晚上。怎么就白白燃烧了呀？只是你问的，我刚好没有背到而已。那你都背了些什么呀？比如说，你最珍贵的东西是性命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总算答对了，没错。就说我有在背吧。他原本只是要平平安安的生活，而我却一直让他步入险境，利用他，折磨他的情感，威胁他的性命，让他卷入各种争端。我从未对你行素影之事，可你却变成了第2个素影。他最珍贵的东西，却被我亲手。你放过我吧。好像又大了些。距离见黑气之主已经过了快1个月了，若再不取得幽冥符，不死也得疯啊！是你，是幻觉。必须赶紧去取幽冥符了，也不知明天到底能不能行。谁？是我。你来做什么？不是已经立了字据了吗？你体内的黑气是否有异动？我知你不愿意见我，但此事攸关你的性命，你且听我一句。我也知晓取幽冥符需考验2人默契，我可以随你去取幽冥符。我与你共同经历了许多，论默契，我胜于白小生。不用了，我做不到，我还是害怕你。你不用管我了，我自己取就行。黑气我会尽力压制，幽冥符我会和白小生想办法的。你回去吧，赶紧的。你最喜欢的颜色是白色，最喜欢的食物是苹果。叶痕，你最讨厌别人叫你阿生。你刚刚叫我吗？这是第一次，有人这么努力地记住我所有的喜好。你怎么这么悠闲啊？你怎么这么焦虑啊？我在陈星山就从来没有考好过，这次可是性命攸关的考试，我紧张。
你也赶紧背背，别一会儿进去忘了。我都不用复习，全在心里啦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？啊？白小说，我就是在跟你好好说话。你别忘了，待会儿我们进去是要扮演一对有情人。来，你来试试看，调动一下那种状态。我快记不住了，我们能不能快点进去啊？好吧。走吧。这个呀，还是留在这儿吧，里面的老头不好对付。这里。哦。又见面了，引邀白晓生与陈星山修仙人宴回，前来讨教。又是你这个影妖，还贼心不死呢？您人都没死，我的贼心怎么可能死啊？火气这么大干嘛？老夫在这儿拦了你几十年了，每次都戳穿了你带来的所谓的有情人。火气大，正常。你这次与他一起来，是他找来假扮有情人的吗？啊？我们是真正的有情人，情比金坚。这陈星山来的，倒是比之前抓来的那些滥竽充数的要像模像样一些啊。行吧，按老规矩，我出3道题，你们2人必须同时作答，答案相同才算作过关。来吧。南方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？贝果。苹果。下一题。女方最珍惜的是什么？也贝果。性命。爱人和亲人同时落水，救哪个？糟了，这题没背过。我数3下。自古情深留不住，所爱之人亦是持刀之人，不救也罢。白晓生寻有情人多年未果，定是与我想的一样。3。生我之人伤我最深，亲人亦薄情，管他生死。宴会从未提起过自己的亲人，向来与我所思相同。2、1。亲人？怎么会是亲人呢？怎么会是爱人呢？有情人，我看你们2个并非是有情人，而是对秘宝有所求的有心人，怀揣功利之心，妄图取至圣之物，做梦！爱人与亲人同时落水，先救哪个？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。我认识你至今，从来没有听你提过喜欢上什么人。倒是在龙谷，你提起影族被灭族一事时，你神情看起来有些悲戚。你怎么会选择救爱人呢？你知道我当初是怎么落到黑溪之主手里的吗？我在幼时，不知道为什么族人称我为恶童，
白晓生就是神世玉眼里的恶童，唯有献祭尊者，鹰族才能避免灾祸。族人驱逐，是我的娘亲亲手把我献祭给他的。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我就再也没有安宁过了。悲戚不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我自己。抱歉啊，我不知道。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我们还是专注于眼前吧。这一次的失败肯定会让里面那个老头警惕的，下次问问题一定会更加刁钻。幽冥赋就在眼前，却拿不到，真是让人抓心挠肝的难受。走吧。哎呀，气死了！白晓生与鹰回的默契，果然还是不行。天耀来了，龙主来了，这力气活有人替我干了。你先走吧。天耀，你找我有事吗？青丘，可有什么热闹、好玩的地方？怎么了？那姑娘原谅你了吗？她已寻得有情人。什么？我是来帮她问的。你这是为他人去做嫁衣吗？只要能救她，我愿倾其所有。不知道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，我这2天和燕回啊玩的那叫一个开心。那你们取得幽冥赋了吗？哼，莫要在我面前充能逞强。你想与燕回培养默契，取得幽冥赋的话，接下来你们2个就按照我说的做。捷径可以走了，只能和白晓生培养真正的默契，才有可能取得幽冥赋。哎，起这么早啊？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昼思夜想了一晚上，我要和你成为真正的有情人。啊？说吧，有哪些步骤？你是说真正的那种？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想要和我变成最亲近的人吗？算是吧。我知道是有些突然。我这有个流程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这个上面有一些步骤啊，你看一下，我们就按上面的来，你说行吗？行，我们找个地方开始吧。你是不是后悔了？后悔什么？跟我当有情人啊？我这一路上可没有说过后悔的话。那不正是因为你一句话都没说吗？你该不会对天耀还有……我可没有啊！我只是在想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有情人？这方才卷轴不是也写了吗？
你我才情相配，容貌相当，那么剩下的不就是牵手、拥抱，还有……你想先从什么开始？牵手吧。牵手。这有点不对劲吧？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哈。之前天耀说，罢了，不提他了。就是在龙谷，你不是说做什么都要有气氛吗？我们培养点气氛吧。我觉得这个没错。你见得多，主意多，要不然你想一想，我们挨个试。想让他高兴很简单，带他吃他最喜欢吃的东西。来，我喂你吃你最喜欢的包子啊！哎，你做什么呀？这招叫做欲擒故纵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感受到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？没有，扭扭捏捏的，干嘛？那这样，我们同时一起咬，好不好？在爱河里的情侣不都这么做吗？来，试试，试试啊！自己吃吧你。他喜欢钱，你直接送钱。送钱多没意思，我要带他享受赚钱的感觉。来，买定离手啊！小，开始！661大，665大，113抢。我终于体验到有钱的快乐了呀！你快乐就好。你不开心吗？哎，你不快乐的话，我分你一点吧，分你一半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啊？哎，我再多分你一点嘛。他逢赌必输。你怎么又在这儿啊？我让你给他钱，你却把他带去赌钱。哦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。把他的钱全赢了，他生气也正常。所以你来这儿讲了我的风凉话之后，还要讲他的风凉话。我只想帮他。虽然你这个人吧也没有什么良心，但是对他的了解呢，多少还是有一点的。毕竟是我之前选出的有情人嘛，好吧？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再听你给我提一个意见吧。你还有什么招？他喜欢什么？你在干嘛？我在看你在干什么。我在洗澡。他喜欢看人洗澡。哼，你根本没有真的要帮我忙，真的假的？他喜欢。没想到燕回还有这样的癖好。真是个好主意。后山有一处冷泉，可疗伤治病，也被称作青丘的定情之泉。相传，青丘重要的人成亲，皆会去那冷泉，接受7日洗礼，以证双方感情无瑕。看，你突然带我来看这泉水，是因为想到了什么在泉水里面可以增进我们感情的办法吗？我要给你一个小惊喜。什么惊喜？闭上你的双眼。哦。不要偷看啊！你在做什么呀？等一下。你快点儿！好了。
颜回，存心搞我是吧？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笑？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相信你。他不喜欢。我现在清醒了，我用脚趾想，我都知道哪个姑娘会喜欢这个。什么赤诚之心？我看你分明是蛇蝎心肠，算计我啊！我有时候真想杀了你。他此前看我还很开心，为何看你却是如此？我和燕回的事，你就别再插手了。我不管你想帮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但是现在他的事，跟你都没有关系了。老规矩，若有异动，即刻前来报我。是。